辽东大地，公孙渊坚守襄平，背后暗有吴国声援，堤防高筑，辽水暴涨，似乎无人能破。司马懿率4万精兵踏上远征之路，每一步都在考验智慧与胆略。敌军何时出击，浑水能否吞没阵脚？胜利与灭亡只在一念之间，历史的天平将如何倾向？司马懿字仲达，是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人，出生于司马氏一族。司马氏的家世极为久远，其先祖可追溯到上古帝王高阳氏之子仲尼。相传仲尼在夏代担任下官，又号祝融。此后历经唐尧、虞舜、夏三诸代，这一官职长期由其后裔4代承袭。到了周代，下官改称为司马。周宣王时期，陈伯修复，凭借世袭司马之子，平定徐国叛乱。因公被赐以光明为氏，司马氏的姓氏也由此正式确立。公元234年，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，今陕西岐山五丈原。7年北伐随之结束，这场漫长的战役最后是魏军取得了胜利。司马懿因功被升任为太尉，他本来还想乘胜进攻蜀汉，可是被魏明帝制止了。景初元年，公元237年7月，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叛。公元238年，景初2年正月，魏明帝召回驻于长安的司马懿，命他率兵讨伐。魏明帝问他估计公孙渊有什么对策，司马懿说：事先弃城逃走是上策，凭借辽水抗拒我大军，这是次计。坐守襄平，那他就要当俘虏了。魏明帝又问公孙渊会采用哪种？司马懿回答：只有聪明人能正确估量彼此实力。预先弃城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，他定会认为我们此次孤军远征不能持久。先在辽水抗拒，再退守襄平，这是冬季和夏季。魏明帝问往还需要多少时间？司马懿说：去100日，回100日，攻战100日，运60天休息，1年时间足够了。当时朝廷大修宫室，又要筹备军用物资，百姓困苦。司马懿出征前劝魏明帝说：昔日周公营造洛邑，萧何建造未央宫，今日宫室不完备，这是我的责任。然而黄河以北百姓穷困，内外徭役繁多，势必不能百废俱兴，应暂时停止内务，以救目前之急。临行前，司马懿亲友相送，他慷慨作歌：天地开辟，日月重光，遭遇际会，壁立遐方。江少群会，还过故乡，数千万里，整齐八方。告臣归老，戴罪五阳。司马懿率领刘金、胡遵等将领步骑4万，从京师出发，途经孤竹，翻越碣石山。同时，幽州刺史冠丘俭也随军出征，鲜卑、高句丽等部族应召而来，还有从海路攻打代藩、乐浪2郡的部队。公元238年，景初2年6月，魏军抵达辽水。公孙渊果然即令大将军卑延、杨作等人率领数万步骑，在辽水沿岸筑起20余里坚堑，高筑壁垒，严阵以待，阻击魏军。司马懿施展声东击西之计，他先在南线布置大量旗帜，佯攻为堑，吸引敌军主力，而自己主力则秘密渡过辽水，直逼敌军襄平本营。部下将领不解，纷纷询问原因。司马懿解释道：敌人坚营高垒，就是想让我们兵疲粮尽，若直接攻城，正中了他们的计策。古人曰：敌虽高垒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现在他们大军都在这里，老巢却空虚，我直指襄平，敌军必会惧怕，聚而出战，击败他们是必然之事。于是他整顿阵列，率军前进。果然，敌军被逼出阵，截击魏军。司马懿对诸将说：我之所以不攻其营，正是为了等待现在的局面。魏军随即痛击敌军，3战皆捷，并乘胜推进，包围襄平。当初公孙渊闻魏军来攻，求助于孙权，孙权也派兵声援，并写信给公孙渊说：
司马懿善用兵，所向无前，深深为贤弟感到担忧啊。正值连日大雨，辽水暴涨，平地积水数尺，魏军一时恐惧，诸将思欲牵引。司马懿立即下令，有敢言牵引者斩。都督令史张敬违令被斩，军心死安。公孙渊军趁雨出城，打柴木马，安然自若。魏军将领请求出战，司马懿却不允许。司马承规问司马懿，当年攻上庸，8路并进，昼夜不停，不能在1旬半时间里攻下坚城，杀了孟达。这次远道而来，为什么行动却更缓慢？司马懿回答：当年孟达兵力少，粮食能支撑1年，我军兵力是孟达4倍，但粮食仅够1个月，用1个月粮草对付1年粮食的敌人，怎能不速战速决？自打一，即便损失1半兵力，也在所不惜。当时不计死伤，就是为有限的粮草争取时间。而今敌军兵力多，我军兵少，敌粮少，我粮多，又遇大雨，想速战也不可能。曾出征之初，我就不担心敌人进攻，而是怕他们逃走。如今敌军粮草将尽，我军包围尚未合拢，若抢掠流马，只会逼他们逃跑。兵者，诡道也，战于因势变通。他们现在凭借人多和大水，虽饥困，却不肯就擒。这时候更应稳住对方，不能因小利而惊动敌人。于是司马懿将计就计，故意示弱。朝廷听闻与大敌强，不少人请求召回司马懿，但魏明帝却说司马懿临危自辩，申请公孙渊指日可待。月雨之后，大雨停歇，水渐渐退去，司马懿立即在襄平城周围堆起土丘，建造望楼，准备大量石头，用弩弓直射城中。公孙渊心中又怕又急，城中粮食已尽，竟出现人吃人的惨象，死者不计其数，杨作等人纷纷投降。一天夜里，一颗长约10丈的大流星从首山东北坠入襄平城东南。魏军故意散布各种天命征兆的说法，城里的百姓顿时人心惶惶，辽东上下全都乱了阵脚。公孙渊亦大惊失色。8月，他派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刘普请求解围，并自负出城。司马懿斩杀使者，并发布檄文言责：昔日楚和郑是并列的国家，郑伯尚且肉袒千阳而迎楚军，孤家为王者大臣，位在上宫，而王建等要我解围退兵，如楚郑一样同列相待。2人年老糊涂，必是传话不符原意，已经将他们斩首。若还要话要说，可再派年少明智果决的人来。公孙渊又派侍中魏衍来，请求约定日期，献上人质。司马懿对他说：作战的大要有5，能战当战，不能战当守，不能守当走，于2事唯有降于死耳。公孙渊若不肯自负请罪，就是决心寻死了，不需剩什么人质。公孙渊带着儿子公孙休，率数百骑兵向东南突围而逃。司马懿纵兵追击，大军穷追不舍，在流星坠落之地将公孙渊父子斩杀。魏军随后入城，司马懿屠杀15岁以上男子7000多人，收集尸体，筑城金冠。公孙渊任命的公卿以下官员全部斩首，杀死将军毕胜等2000多人，收编百姓4万户。司马懿释放了当年被公孙渊篡夺官位的公孙恭、未被迫害的轮值等人修坟，并表彰他们的后代。他下令说，古代讨伐一个国家，仅杀其中顽固凶恶的人而已。各位被公孙渊所连累的人全部宽恕，中原人愿意返回故乡的，各随己愿。当时军中有士兵衣单寒冷，请求发给短袄，司马懿拒绝，表示儒者观物，人臣无私事也。随后上奏朝廷，将1000多名60岁以上的士兵解除兵役，送返回乡。魏军在原定1年的期限内胜利班师。
魏明帝派使者到蓟城慰劳部队，并征司马懿食邑昆阳县，前后共2县。至此，曹魏数十年来的辽东问题彻底解决。公孙渊的首级被升至洛阳，代发、乐浪、玄土等地也相继平定。在这场攻守较量中，司马懿选择了稳守示弱，最终兵不血刃，破敌投降。如果你是司马懿，你会如何权衡攻守？是速战速决，还是以静制动？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策略和理由吧。